我在老婆的包里翻出半瓶润滑液，可我压根没和她用过这东西。我买来2瓶强力胶，全给灌了进去。半夜里我家狗叫得震天响，而我老婆少了半条腿。就在几天前，妻子穿着心爱黑丝去面试，本来3分钟就能结束的事，我守在公司门口，硬是等了整整3个小时。面试刚结束那会儿，她腿上的黑丝变得破破烂烂，我心里猛地一抽，强装镇定，安慰自己别想太多。可就在她弯腰换鞋时，我看见那破丝袜上沾着些黏糊糊的东西，我的手控制不住的抖，拼命想保持脸上的冷静，但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掉。回到房间时，白若曦早就睡熟了，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全是那双破丝袜，还有她走路那奇怪的姿势，熬到深夜才勉强睡着。第二天我刚起床，白若曦已经穿戴好要出门，还是白衬衫配包臀裙。我特意多看了几眼，她腿上穿的仍是黑丝，可她下班回来时，腿上的丝袜却不见了。还没等我开口问，她就满脸怒气从包里掏出双丝袜，下车就被东西刮破了，气死我了。我心头稍稍松了口气，看来真的是自己多疑了。可等看清她手里的丝袜，我脑子轰的一声炸开，只觉得浑身冰凉。白若曦她分明在撒谎，她早上穿的明明是黑色丝袜，此刻她手里拿的却是肉色的，像一道霹雳狠狠劈在头顶。如果说之前只是有些怀疑，此刻我完全确定她出轨了。就在她刚才弯腰那瞬间，我清楚看到她大腿根处有好几块暗红，那是皮下血管破裂的痕迹，那是吻痕。我跟白若曦是大学做兼职时认识的，毕业后我们一起携手创业，每天清晨为找投资东奔西走，四处碰壁，受尽冷眼。每个深夜为维护客户，陪笑陪酒喝到吐。最难的时候会在早餐店买包子，偷偷多装些榨菜丝萝卜丁当午饭吃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创业终于有了起色，小公司渐渐发展成规模企业。那天白若曦说不想工作了，想待在家里做贤内助，我笑着满口答应。她陪着我一路吃苦走来，受了太多委屈。从那以后，她便安心待在家里，每天逛逛街，做指甲做美容，她也没忽略我。每天早上我的西装都熨得整整齐齐，晚上一回家就有新鲜可口的热饭热菜。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所谓的永远竟然只维持了短短3年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开始抱怨车比不上小姐妹的，吐槽名牌包不是最新款，甚至有时我下班回家，餐桌空空如也，毫无烟火气，这些我全都不在意。我努力创业赚钱，不就是为了让她过得更好吗？车不好我就拼命换车，包不是最新款，我就帮她配货购买。没饭菜我也可以自己做，可我万万没想到她竟然会背叛我。一想到她出轨的画面，我就根本无法冷静。第二天她去公司上班后，我找到她上班那家公司，随便选了个基层职位，投了简历，不到1小时，人事就发来面试通知。我脱下西装，换上格子衬衫加牛仔裤，去公司参加面试。面试我的是个年轻小姑娘，这个基础岗位我简历完全没毛病，随便聊了2句，便通知我第二天上班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公司，选了角落里的位置，这位置能看到办公室所有人，又不会引人注意。上班半小时后，白若曦才姗姗来迟，依旧是衬衣包裙加丝袜。白若曦的座位在老板办公室旁，整个上午我都偷盯着她，试图找出那个奸夫，可整整一上午她就坐那玩手机，不停补妆补口红，别说认真工作了，连电脑都没打开过，正胡思乱想。白若曦突然起身，走进身后的办公室，随手关上房门，接着窗户上的百叶帘唰的一下全部关上，直到差不多1小时后，办公室门才重新打开。白若曦走出来，双唇红肿不堪，衬衣下摆皱起不少褶皱，边走边拨弄散乱的长发，朝洗手间走去。我死死盯着洗手间的方向，旁边的同事赵鹏用胳膊捅了捅我：“这娘们儿，别想了，人家是有主的了。”我没理会他的话，双手死死握拳，猛地站起身。赵鹏被我吓了一跳，低声抱怨道：“神经病啊，吓我一跳，也不看看自己啥鬼样。”直到靠近老板办公室，我才放慢脚步从门口慢慢走过。里面一个戴金丝眼镜的30来岁的男人正低头拉着西装裤的拉链。白若曦从洗手间回来后，就一直坐在位子上低头玩手机。下班后，我特意在公司外逗留了1个多小时。回到家时，他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，30多度的大热天，他竟穿着长袖长裤的睡衣。我心里瞬间明白，故意开口问他：“这么热怎么还穿长袖？”白若曦支支吾吾的回答：“过几天快来大姨妈了，你不是总让我注意保暖吗？”是吗？那确实是要注意保暖。我紧盯着他的眼睛，或许是我目光太犀利，白若曦根本不敢看我。就在他快撑不住时，我缓缓开口道：“这几天项目比较忙，我到客窝睡几天，晚上要加班，怕吵着你休息。”听到我的话，白若曦瞬间松了口气，整个人都松懈下来。你工作要紧，不用管我。说完便逃也似的回了房间。看着他毫不留情关上的房门，我心中冷笑不止。他当然会松口气，不然该怎么跟我解释他那一身的暧昧痕迹？跟他待在同一个房间，我怕自己会忍不住爆发，时机还没到，再恶心我也只能先忍着。之后的几天，白若曦还是照常去公司上班，只不过每天都会去老板办公室待上个把小时，有时候是上午，有时候甚至上午1次下午1次。到真相工作很忙，我白天就在这家公司里，表面装模作样摸鱼，实际暗中盯梢观察，晚上就回自己公司处理一些必要文件，一直都没什么机会拿到有分量的证据。直到这天，一向只在办公室玩手机的白若曦突然朝同事发难，行政部每天都会安排保洁打扫，公司从没出过什么问题，这个月的保洁费照常审批时却被白若曦拦了下来。这么点小事还要专门请个保洁，
每个员工自己下班后扫一下不就得了？一个保洁1个月6000块，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？这个月的保洁费先压着。行政部主管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面对白若曦一连串质问也不敢反驳。白若曦如今在公司摆着老板娘的谱，主管只能唯唯诺诺点头答应。受完气的主管眼睛扫了一圈办公室，转头就来到我的工位前。小芳，下班后你多留一下，今天公司的打扫工作就交给你了。我一听火气瞬间就上来了，我是看起来很好欺负的小瘪三吗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不会让大家各扫各的卫生吗？说的就是你，刚上班就不听领导安排，你还上什么班？下班后把办公室全部扫一遍，还有老板的办公室一处都别漏，听见没有？我本想继续反驳，听到后面一句话，连忙止住了嘴，装作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。还以为是什么硬骨头，原来是个窝囊废。我点头答应下来，主管捏着茶杯转身走了，还不忘回头骂我几句。等他走后，我赶紧上网买了个微型摄像头，特意选了同城送达，正愁没机会靠近老板办公室，机会就自己送上门了。确定公司所有人都下班后，我将刚刚送到的摄像头藏在了角落的绿植上，仔细调整了一下摄像头角度，镜头刚好对上办公大桌，桌子上摆着某某公司总经理陈羽凡的名牌。第二天我依旧躲在角落的工位上，时刻留意着白若曦的动静。一上午白若曦都没有进老板办公室，就在我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白若曦总算朝着老板办公室走去。见状我立刻走出公司，来到楼下的咖啡店坐着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手机监控界面。只见白若曦半趴在办公桌上，我赶紧戴上耳机，耳边传来了他们露骨的对话。还是穿着黑色有感觉，上次都差点被他发现了，下次还是别穿了。只听见撕烂一声脆响，似乎是丝袜被撕烂的声音。接着陈羽凡伏在白若曦的背上说道：“办公室不够刺激，不如我们去你家里玩吧。”此时的我像吞了100只苍蝇一般恶心，恨不得立马冲上去撕碎他们。但是很快我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如果只是单纯捉奸，那就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付出代价。突然一个疯狂的计划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，我立刻起身跑回家中，在各个房间里都装满了监控，然后给白若曦发消息说晚上要开会，让她自己出去吃晚饭。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，静静等待着两人上钩。没过多久，白若曦和陈羽凡就出现在了我的家中。看着手机中那不堪入目的画面，我的嘴角渐渐裂开一个诡异的弧度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退出监控界面，用朋友办的电话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要报警，前进花园小区9栋527，好像有个女人正在被人糟蹋，我听到里面有女人微弱的惨叫声，你们再不来，她可能等会儿就撑不住了，还请你们一定不要暴露我的身份信息，我怕那歹徒到时候找我报复。挂断报警电话后，我又立刻拨打了一家媒体记者的电话。我接通后直接说，这里有一个劲爆新闻，前进花园小区9栋发生一场重案，你们快点过来。没有理会那记者的连声质问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坐在车里点上一支烟，静静等待。没过一会，就来了好几辆警车。随着警察的到来，小区各个地方的居民都开始关注情况。吃瓜可是民众的天性，警察刚上楼没一会，就看到那个记者扛着摄像机也跟了上去。我笑得更开心了，笑着笑着，我的眼角就滑落几滴眼泪。大概半个小时后，警察带着穿戴整齐的白若曦和陈羽凡走下楼，坐上了警车。那个精明的记者则躲在人群里默默拍照，周围的群众也都拿着手机发朋友圈，议论纷纷。接下来就该等警察通知家属去领人了。我现在真想看看，到时候妻子见到我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回到出租屋后没多久，我就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。我眉眼带着淡淡的微笑，却用一种疑惑的语气回答道：“是我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是这样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你老婆被人糟蹋了。不过那警察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着急的打断。你是说我老婆被人欺负了？我老婆是白若曦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先别激动，我怎么可能不激动？我老婆到底怎么样了？被连续打断2次，这次警察加重语气说道：“先生，你先听我说，你老婆并没有被人糟蹋。”我装作松了一口气的语气说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幸亏白若曦没事。她不是被糟蹋，她是出轨了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他们是自愿发生关系。”警察这不合时宜的一句话，令我久久没有回话，装作一副被狠狠打击到的样子。方涵先生，你还好吧？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些难以接受，但你要坚强一点，可千万别做傻事。我的声音充满了一种苦涩。我没事，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我要好好消化一下。对了，这件事你没有告诉我岳母岳父吧？他爸妈都已经50多岁了，身体不太好，可能经不住这样的打击。抱歉，我已经给2老打电话了，他们现在就在过来的路上。我现在马上也过去。说完这句后，我就挂断了电话，随手扔下手机，躺在床上。白若曦，我看你怎么面对你的爸妈。冷笑一声后，我开始思考一会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们。一直到晚上12点，我才收拾东西赶往警局。刚下车，我就做出一副焦急万分的样子，冲进派出所，神态之中带着压抑的愤怒。白若曦眼神空洞地坐在椅子上，看到我的瞬间，她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之后与警察韩刚交涉一番后，我才缓慢地走到妻子身边，轻轻握着她的手。白若曦想躲开，但被我紧紧抓住。我轻声质问道：“老婆，难道我对你还不够什么？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”白若曦躲避着我的目光，只能沉默不语。我还想说什么，突然手机响了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后，我对着白若曦说道：“咱爸妈打来的电话，你可以不说实话，但还是想想怎么去跟2老解释吧。”说完，我走到一边开始接电话。什么？爸怎么心脏病又犯了？我在警局，我这就带着白若曦过去。我转头看着白若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你爸都被你气进医院了。
我们的事回去慢慢说。开着车来到市医院，我们找到在急救室外的岳母李淑芬，旁边还坐着白若曦的大伯。我跑到岳母身前蹲下，妈，爸怎么样了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李淑芬看着我，急忙抓住我的手。方寒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有教好女儿。妈，先别说这些，爸的身体最重要。先不说这个，爸的手术费还没有交吧？我先去交手术费。李淑芬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有些羞愧地说道：方寒，我们哪里还能用你的钱啊？妈，你跟爸对我都很好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是你们二老让我感受到了亲情。就算没有白若曦这层关系，我也应该出钱帮忙。轻轻抽出被岳母抓着的手，我转身往收费的地方走去。岳母看着我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心中的愧疚感让她无地自容。岳母走到白若曦跟前，白若曦低着头，怯生生地喊道：李淑芬抬手狠狠扇了白若曦一巴掌。别叫我妈，我没有你这不知羞耻的女儿。方寒那么好的孩子，你居然还做出这种事来，你自己想着怎么去解释吧。白若曦抓着李淑芬的手哭道：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被鬼迷心窍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李淑芬用力地抽出手，没有理会女儿，而是回到椅子上，担心地看着手术室的方向。我交完钱后往回走，刚走出电梯，就看见白若曦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，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，走过去坐在岳母身边，安慰道：妈，你放心，爸会没事的。手术费我已经交了，后面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再继续交。李淑芬是既羞愧又感动。方寒，这次是我们对不起你，发生这种事，你就算是要跟若曦离婚，我们也没话说，我们不会要你1分钱，你出的医药费，我们也会想办法还你。这事等爸康复了，回去了再说吧。这时白若曦有些踌躇不前，几经挣扎后才缓步走了过来，没有犹豫地跪下，用一种哭腔说道：老公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我沉着脸想将白若曦扶起来，这里是医院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。可白若曦还是哭着抱住我的头。岳母起身，一巴掌扇在白若曦脸上。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这里是医院。我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不过却并没有扶起她。白若曦愕然地看着李淑芬，她本来想着自己妈在这，她卖惨迫使我原谅她，哪怕是一句违心的话，也能让她看到一点希望。但她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妈妈居然不帮她。我露出一抹不屑的笑，她在想什么我可是清清楚楚，只能说这是小孩子的把戏。守了一晚上，岳父总算是从手术室出来，病房里岳父还没有醒。我看着他们说道：妈，你和大伯年纪大了，先去休息一下，这里我来看守就好。那怎么行？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而且你跟若曦的事也得回去讨论出一个结果。见岳母坚持，我也不再推脱，下楼买了几份早餐后，就带着白若曦离开医院。到家后，白若曦连鞋都没有换，直接走到我跟前跪下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很好奇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真的是因为耐不住寂寞？老公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你说，我还能相信你的保证吗？白若曦再也忍不住的哭了，伸手抱着我的腿说道：老公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弥补这个错。我明天就把工作辞了，全职在家照顾你。老公，你打我一顿吧，这样能让你心中好受一点。我推开白若曦，就这么看着她，一手扬起，狠狠地扇过去。白若曦闭着眼睛没有躲，但随着巴掌的落下，却没有声响。原来我散去力改成了温柔的抚摸，我眼神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。我怎么能打你呢？我下不去手。白若曦再一次控制不住地抱住我。老公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不要跟我离婚，以后我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看你表现吧，我要是就这么原谅你，我不甘心啊。白若曦大喜过望地保证道：我一定好好表现，我保证你会看到我的改变。吃过饭后，我们拿着午饭去医院看望他爸妈。来到病房外，我敲了敲房门后才推门而进。我找了张桌子将菜摆出来。李淑芬眉头一皱地问道：那死丫头呢？在门外，他怕爸醒来看见他又犯病，所以就没有进来。她要是担心这个，也不会做出那不知廉耻的事儿来。我只是笑着，仿佛并没有因此而生气。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则坐在病床旁照看着岳父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好像看到岳父的手指动了一下，在眨眼的时候，就看见岳父已经睁开眼睛。我赶忙上前说道：爸，你醒了，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正在吃饭的岳母跟大伯听到我的声音，连忙放下碗筷围了过来。白若曦则在病房外探着头观望着，她不敢进来。李淑芬上前问道：老白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白建国虽然还有些虚弱，但还是板着脸看着周围的人，没看见自己想看的人。他有些愤怒地说道：好啊，我这么多年养大的女儿，还不如女婿靠谱。我生病躺在床上，他连看都不来看一眼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爸，他就在门外，他是担心你看到他会再犯病，所以就没敢进来。叫他进来。我看了一眼李淑芬后，才走到病房外将白若曦拉了进来。白若曦看着满脸严肃的父亲，既羞愧又害怕地低下了头，用细弱闻声的声音喊道：爸，不要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儿。白若曦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：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得不说，我有点佩服他了，瞧瞧这下跪的动作，多么熟练。白建国挣扎一番后想起来，但身体实在是无力。只见他看着白若曦说道：方寒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你替我打他一巴掌。我愣愣地看着白建国，
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回答。我倒真想下手，但又有些担心这是一个陷阱。白建国见我迟迟没有动作，继续说道：“怎么打一个女人都不敢吗？你还是不是男人？”见他都这么说，我也不再犹豫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扇在白若曦脸上。清脆的巴掌声在这病房久久回荡。白建国脸色这才好看一点，他是逼着我打他女儿的，他就是要让我心中的怨恨爆发出来。只有这样，这场婚姻才能被挽救。白若曦虽然挨了重重一巴掌，但她却很高兴，因为我打她了，也就意味着她还有机会获得我的原谅。继续。我反手又是一巴掌打在另一边的脸上。继续。但这次我却停手了，看着白若曦两边肿胀的脸颊，我开口求情道：“爸，算了吧。”白建国转头看着窗外说道：“既然你都求情了，那就算了，带着他回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你们两个的事，我们也不管是离婚还是继续过日子，都是你说了算，我们不会有半点怨言。”我张了张嘴，最后也没再说什么。爸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说完就带着白若曦离开病房，白若曦跟在我后面，乖巧的像个孩子。以前我们一起走路，从来都是并肩或者白若曦走在前面，这次却是白若曦走在后面跟着。这个家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。白若曦回到家后就开始打扫卫生，她不敢让自己闲着，她要努力表现自己的作用，但她也不敢去打扰我，生怕自己又惹到我不高兴。其实只要白若曦现在提出离婚的话，我后续的计划也得不到施展。但可惜她没有面对娘家那群亲戚指责的勇气，她不想离婚，我已经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个稻草。她刚刚也翻了一下新闻跟网络，现在她可以说是在南城出名了。她现在所面临的道德谴责，足够毁了她的人生。白若曦现在只能躲在我身后苟延残喘。我看着忙碌的白若曦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像是使唤佣人一般使唤道：“去给我倒杯茶过来。”白若曦赶忙放下手里的活，去给我倒茶。现在她只能尽量哄着我，不让我提出离婚。随后我打开网络开始浏览信息，刚一进去就刷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。到下面评论区扫了一眼后，看到是一片骂声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晚饭好了，吃过后我开着车去医院送饭。这次我没有再带白若曦，现在也是时候给她留一点独处空间了。透过监控看，白若曦一个人抱着腿在沙发上，手机发着微光，显然是在看手机。不过她没看一会就抱头痛哭起来，我知道她是在看网上那些视频跟谩骂。这就崩溃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冷笑一声后关掉手机，专心开车来到医院，陪着白若曦父母吃过饭后，岳父白建国低声的说道：“我现在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也不能一直在这麻烦你。我想明天就出院回家静养一段时间。”爸，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再观察几天吧。虽然我嘴上这样说，但是心里早已乐开了花，因为白若曦还不知道她接下来的处境。第二天一早，白若曦将我喊醒：“老公，今天爸出院。”我知道，我一会儿过去，你也一起去。吃完饭后，我就带着白若曦开车前往医院。来到医院，我让白若曦去接她爸妈，我则去办理出院手续，并补齐费用。李淑芬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，她现在对她已经无话可说了，骂也骂了，打也打了，她也不想管了，让其自生自灭挺好。爸妈，你们要不去我家里住几天吧？白建国摆了摆手说道：“方涵，我们就不去麻烦你了，你送我们回家吧。家里这几天都没有人住，那些猪鸡总不能麻烦你大伯去喂吧？”我见他都这样说了，也没有再劝，开着车就出城往老家的方向开去。白若曦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如果说她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，那一定就是回老家。她甚至都能想象到老家那些亲戚邻居看她的异样目光。白若曦转头看着我，眼中带着哀求，她在哀求我不要久留，她真的怕了。对于白若曦的目光，我也没有无视。我知道有些事情逼急了会适得其反，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。走过一段坑坑洼洼的乡村路段后，我眼前就出现一个村子，这就是白若曦爸妈住的地方——白家村。这白家村住着的大部分人都姓白，基本上都沾亲带故。将车停好后，已经围上来一群半大孩子。我下车给了一些糖果，才将那些小屁孩打发走。方涵哥哥，我听妈妈说白若曦姐姐出轨了，什么是出轨啊？一个小屁孩拉着我的衣角问道。我脸色微沉，但还是蹲下身来说道：“小屁孩，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再问，信不信我把你手里的糖果抢回来？”不要，方涵哥哥，你不能耍赖，都已经给我了，你不能要回去。那小孩连忙把手里的糖果塞进嘴里跑走了。因为车窗没有关，那小孩的话白若曦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充满童真的声音更是让白若曦羞愧的抬不起头，她整个人缩在椅子上瑟瑟发抖。现在知道丢脸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白建国骂道。白若曦连回话的勇气都没有。这时我打开车门说道：“爸，来，我扶你下来，小心点。”将爸妈接下车后，我走到副驾驶，敲了敲车窗，去做饭，爸妈还没有吃早饭呢。白若曦摇着头祈求地看着我，她真的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。怎么？你还想让妈自己去做饭？白若曦十分不情愿地下车。回家之后，她就一头扎进厨房不出来。白建国夫妻到家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村了，关系比较近的亲戚都过来看望，其中还有一些专程过来看热闹。一大群人围着桌子喝茶聊天，当然他们也不会明着说那些敏感的问题，只是看向我的眼神多多少少带着一些怪异。但他大姑却率先试探道：“方涵，你是怎么个想法呀？”大姑，你就不要问了，给我留点面子。这时岳父白建国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：“姐，要不今天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这身体也才刚好，
等过几天我再去拜访你。白建国已经下逐客令了，其实也是时候，这头一旦开了，这一大群人你一嘴我一句可不得了，到时候还不知道会冒出什么难听的字眼。其他人也是纷纷起身说道：“那我们先走吧，改天再来看你。”白若曦是等人走完了才端着饭菜出来，其实这些他早就做好了，就是因为外面人多，他才躲着没有出来。白建国看着白若曦，顿时就黑了脸，拍着桌子狠狠地骂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有脾气了？做了这种不知羞耻的事，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？”爸，消消气，我这就带她走。这饭要是不吃，真要把白若曦逼急了，他一走了之可就不好了。我之后的计划还得靠岳父岳母来传递消息，只有慢慢来才能让他精神崩溃，一旦操之过急，只会出现反效果。随后我就起身告别。爸妈，我先带白若曦走了，你们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白若曦几乎是逃一样的跑上车，她感觉再在这里待下去，她一定会疯掉。白建国看着白若曦的样子，又是脸色一黑。不过这次他看在我的面子上没有发作，只是看着离开的车子，开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我似有些烦躁地瞥了一眼白若曦，别哭了。白若曦也不想哭，但一想到刚刚在爸妈家里所面对的异样眼光，她的抽泣声就止不住。我喜欢这声音，喜欢她哭，她哭得越狠，我就越开心。回到小区，我刚刚停好车，下车就听见有人叫我：“方涵，过来，我有事找你。”我缓步走过去。张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方涵，你什么时候离婚啊？到时候阿姨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，你放心，我给你介绍的女孩绝对品行端正，比某些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我装作一副不好回答的样子，眼神的余光却瞥向白若曦的方向。我要好好欣赏白若曦的反应。白若曦站得不远，所以张翠花的话她自然也听见了。她很愤怒，咬着嘴唇，敢怒不敢言。我现在就是她的救命稻草，怎么可能让人将我抢走？同时她心里也生出一股危机。我很优秀，这点毋庸置疑，她现在根本就留不住这么优秀的人，所以她慌了，她必须要有动作。白若曦走过来，静静地站在我身后，来表达自己的存在，但她不敢插话，因为她知道一旦插话，可能就要同张翠花吵起来。她怕自己在方涵心中的地位再次下降，本来就不多的地位，要是因为一次吵架直接没了，她得哭死。我转头看了一眼白若曦道：“张阿姨，这是我的私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”张阿姨看了一眼白若曦，毫不避讳地说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打算离婚吗？你老婆做出这种事来，难道要忍着吗？”白若曦嘴唇都咬出血，但她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我脸色一黑：“张阿姨，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”回到家里，我躺在沙发上，点上一支烟。我现在很平静。白若曦回到家，连鞋都没有换，直接走到我跟前跪下。她低着头没有说话，也不敢说话。她知道我现在很生气，现在她无论说什么都可能会触怒我。吐出一口烟雾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白若曦咬着牙，低声下气地说道：“老公，我知道我让你蒙羞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打我吧。”我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道：“蒙羞？是啊，你让我蒙羞了。你知道这几天我出门，那些邻居都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吗？知道在你家的时候，你的亲戚又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吗？是怜悯，是同情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是最不需要这些东西的。”白若曦再也忍不住地哭了，伸手抱着我的腿哭道：“我都知道，我知道，老公你打我吧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你打我一顿吧。”白若曦卑微地哀求着。看着白若曦这副模样，我心中的怒气竟不自觉地消散了一些。原本我是打算回来好好教训她一顿，但看到她现在这样，我又提不起手来。一旦动手，她或许会松一口气，认为这样就能一笔勾销。我拿过白若曦手中的晾衣杆，扔到一边，不再理会她，径直走进卧室。白若曦呆愣地跪在地上，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。有时候一个冷漠的动作，一句无情的话语，比肉体上的伤害来得更加痛。白若曦现在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种痛，那种冷漠几乎让她崩溃。她坚持不住了，她想要离婚，必须离婚。白若曦爬起来，疯了似的跑上卧室。方涵，我要跟